大家好，我是小小，欢迎来到24探案。今天我们将讲述一桩发生在新加坡的骇人听闻案件，4岁女童江宇慧被虐杀并焚尸的悲剧。这起案件不仅震惊了新加坡社会，更引发了人们对儿童保护体制、家庭暴力和人性底线的深刻反思。这起案件的细节令人心碎，过程充满残忍与冷漠。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起悲剧的真相，缅怀小宇慧，同时思考我们能为保护更多孩子做些什么。江宇慧，小名叫梅根，2015年10月出生于新加坡一个普通家庭。她的母亲福利萍当时只有20岁，父亲是新加坡网红江伟南，一名曾因吸毒多次入狱的年轻人。宇慧的童年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稳定。2015年，福利萍与江伟南结婚，同年生下宇慧。然而这段婚姻很快破裂。2017年，福利萍带着年仅2岁的宇慧回到娘家，由外婆蔡女士抚养。外婆对宇慧视如己出，称她为心肝宝贝，常常带她到楼下骑粉红色踏板车，家中还保留着宇慧的玩具和未喝完的奶粉罐。然而宇慧的幸福时光并不长久。2018年，福利萍认识了38岁的修车工王世祥，两人迅速坠入爱河，并开始同居。外婆蔡女士对王世祥印象极差，多次劝女儿离开他，但福利萍不仅不听，还威胁要与母亲断绝关系。宇慧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2019年1月，福利萍将宇慧接到她与王世祥同居的公寓。起初，宇慧主要由外婆照料，偶尔在母亲的公寓过夜。然而，福利萍和王世祥很快开始对宇慧实施体罚。幼儿园老师发现宇慧身上出现淤青，提醒福利萍和王世祥过度体罚的不当性，并警告若情况持续，将向当局举报。2019年9月，福利萍以幼儿园不教中文为由，让宇慧退学，彻底将她带到公寓生活。从此，宇慧的生活陷入黑暗，她被剥夺了正常的童年，被迫面对长达13个月的虐待和羞辱。口吐白沫和黑色物质，已无反应。3人慌乱尝试抢救，轮流做心肺复苏，用铁筷子和电线为宇慧通电，甚至将吸毒后的气体吹入她口中。这些荒诞的举动毫无效果，宇慧早已死亡。宇慧死亡后，福利萍和王世祥决定销毁证据。他们将尸体用被子包裹，覆盖保鲜膜，放入塑料盒，存放在公寓内，长期开冷气以减缓腐烂，并煮醋掩盖气味。王世祥随后研究如何彻底销毁尸体，他多次试验，定制了一个特制焚烧箱。2020年5月8日，在蔡若诗的协助下，他们将宇慧的尸体运至巴耶乌美工业园3楼的修车厂，由王世祥的妻爷所有，使用吹液机加速焚烧。最终，宇慧的骨灰被撒入大海，彻底消失。
与会的生父姜伟南是案件揭发的关键人物。姜伟南曾因吸毒多次入狱，2017年入狱前最后一次见到与会。出狱后，他试图联系前妻符丽萍询问女儿下落，但始终无果。2020年7月20日，姜伟南因担心女儿安危，向警方报案。警方迅速展开调查，锁定位于基里马路的公寓。调查初期，符丽萍和王世祥声称与会被外婆带走，但外婆蔡女士表示早已失去孙女消息。警方在公寓内发现可疑情况，包括煮醋的痕迹和冷气长期开启的异常情况。同时，蔡女士提供了重要线索。她透露符丽萍与王世祥的恋情，两人对与会的忽视，以及她曾因担心孙女安危而犹豫报警。她还提供了王世祥的车牌号和社交媒体照片，协助警方锁定嫌疑人。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蔡若诗与案件有关，她承认协助符丽萍和王世祥焚烧尸体，并提供了修车厂的地址和焚烧细节。警方在修车厂找到焚烧痕迹和残留物，尽管骨灰已无法恢复，但焚烧箱的定制记录和运输证据指向王世祥。公寓内的塑料盒和保鲜膜残留物进一步佐证了藏尸行为。2020年7月底，警方拘捕符丽萍、王世祥和蔡若诗。符丽萍起初否认虐待，但面对证据逐渐崩溃，承认参与虐待和毁尸。王世祥则试图推卸责任，声称是管教与会，但其贩毒和吸毒记录削弱了他的可信度。蔡若诗因协助毁尸被控共谋弃尸。2021年2月28日，符丽萍和王世祥在高等法院认罪。符丽萍面临4项控罪，包括虐待女童、导致家中儿童死亡和共谋弃尸等，最终承认其中3项。王世祥面临15项控罪，包括误杀、共谋弃尸、贩毒和吸毒等，承认其中4项。庭审中，控方播放了虐童视频片段，包括与会全裸站在花槽上哀求食物、被逼吃垃圾桶食物等画面，旁听者当场落泪。法官指出，符丽萍作为母亲未能保护女儿，反而参与虐待，背叛了母女关系。王世祥的暴力行为更为残忍，甚至教唆符丽萍如何打而不留痕。2021年4月3日，法院宣判，符丽萍被判处19年监禁，王世祥被判处30年监禁并鞭打17下。蔡若诗的案件继续审理，尚未判决。姜与会案是新加坡近年来最令人痛心的儿童虐待案件之一。它不仅揭示了家庭暴力的残酷，也暴露了儿童保护体制的漏洞。新加坡儿童会将此案称为集体失职。与会就读的幼儿园早在2019年3月发现他身上淤青，社工向幼儿培育署提交报告，但报告未充分描述伤势严重性，导致干预不足。彼岸社会服务也承认，社工在与会退学后未能及时报警，部分原因是外婆担心破坏与女儿的关系。案件暴露了学前教育工作者在儿童保护方面的培训不足。新加坡儿童会建议强制性儿童保护培训，并在每家幼儿园设立儿童安全官员，以确保疑似虐待案件得到及时上报。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近年已推出更多举报渠道和指导框架，但显然仍有改进空间。与会的悲剧源于家庭的破碎与冷漠。符丽萍和王世祥的吸毒行为、暴力和对与会的漠视，反映了个人道德的沦丧。外婆蔡女士的犹豫、姜伟南的缺席，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悲剧的发生。姜伟南在案件曝光后公开悼念女儿，引发争议。部分网民支持他走出伤痛，但也有人质疑他作为父亲的责任。他表示已原谅前妻，希望女儿在天之灵得到安息。他的发声提醒我们，家庭成员的关爱和责任是保护儿童的第一道防线。与会的遭遇唤醒了社会对儿童保护的关注。每个人都有责任观察身边的孩子，若发现虐待迹象，应立即向警方或儿童保护机构举报。正如一位辅导员在案件分析中所说，如果我们看到孩子遭受身体或情感虐待，请勇敢发声，你可能救下一条生命。姜与会，一个只有4岁的女孩，用她短暂的生命敲响了警钟。她的骨灰被撒入大海，但她的故事不应被遗忘。让我们铭记她的名字，缅怀她的无辜，同时承诺为更多孩子撑起保护伞。